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才偏偏。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顶5部的神片《宁静》。男主小白打完伊拉克战争后，到了岛上捕鱼为生，偶尔也带客人海钓赚些外快。具体操作就是等鱼上钩之后，让客人拿着鱼竿把鱼钓上来，再帮客人合影留念，让客人发到朋友圈装个 biu 啥的，这样小白就能拿到不菲的小费。这天小白正带着2个土大款在海上钓鱼，很快鱼就上钩了。但小白没有按照约定把鱼竿递给土大款，而是把着鱼竿不肯放，甚至拿着刀把上来抢鱼竿的土大款逼进了船舱。船上的助手老黑一看，妈呀，又犯病了！原来小白老觉得自己会钓起一条18尺、体重1500磅的金枪鱼，他还神神叨叨的给这条鱼起了个名字叫正义。好几回吹牛说已经上钩了，但就是线断了。其实岛上人都知道金枪鱼是活游鱼类，不可能老搁这边海待着，但可能觉得傻的钱好挣，谁都没有揭穿他，反正能天天卖高价瓜子、矿泉水给他，何乐不为呢？毫无疑问，这的小白整半天又没整上鱼来，再加上服务不到位，客人不肯付钱，出趟海连老黑的工资都付不起，被逼无奈的小白只好干起了副业，给岛华苏二娘提供暖床服务。要说这活也才省事儿，1分钟以后，小白就拿着钱出了苏二娘家门，好不容易把账给老黑结了，刚想好好歇会儿，前妻微微大半夜来咣咣凿他的房门，一开门二话不说就要表演个诗朗诵。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小白寻思你可拉倒吧，我的船可是新买的，船贷还没还清呢，怎么就是破船了？于是他让前妻微微说人话，果然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复合只是微微的一个条件，她是受不了现任丈夫老王的家暴，想让小白帮她杀了老王，还开出1000万美元的天价报酬，计划她都定好了，她把丈夫骗来海钓，就上小白的船，上了船随便找个筏子放倒他，抛出大海就行了。不过小白并没有轻易答应，毕竟杀人的风险太大了。看到这里我总算看明白了，原来这不是勇敢渔夫怒海垂钓的励志故事，而是一场家庭伦理大戏啊！尽管小白拒绝了前妻微微的杀人计划，但突然到来的前妻还是让他心绪难平，他决定泡个冷水澡冷静一下，于是就咣叽一下跳进了大海里。在水下，他竟然听到了老王家暴前妻的声音，还看见了儿子，儿子还游向他向他求救。这下小白哪还能不知道自己有病？儿子明明在家玩电脑呢，怎么可能在这里？觉得自己病得不轻的小白赶紧游上岸回家休息。微微和小白的谋杀计划还没琢磨完，暴发户老王就包了个鸡过来家暴微微。要说这老王还真是变态，做坏事都不带隔夜的。老王发泄完兽欲，第2天就到了小白船上，想到海上去一展雄风，但小白早就付不起薪水，所以开了老黑，按规定1个人不能载客出海，于是就回绝了老王。老王说是不是钱不够？老子不差钱，不差钱，放心吧，咱们好好做着。第2天，老王果然带了1万美金上了船，消息灵通的老黑来怂恿他接受这笔交易。穷得叮当响的小白也不想跟钱过不去，于是就载着老王出海，还帮他钓了条鲨鱼。在海钓的过程中，小白假装无意中提起了儿子，老王这个变态也轻描淡写的说起对儿子的虐待。虽然生气，但小白还是忍住了把老王推下海的冲动，平安靠了岸。因为只抓到了鲨鱼，而老王想要金枪鱼，所以约好了第2天继续出海。不甘心让自己和儿子继续受老王家暴，微微再次咣咣凿起了小白的房门。这次小白没能抵挡住诱惑，忍不住就和他高声依旧了。而小白终于下定决心要把老王弄死在海上。经过了并不厚此薄彼、同样1分钟的缠绵之后，小白送走了微微。但在小白决定杀人后，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对自己不咸不淡的岛民们，不但拿他那条不知道是否存在的金枪鱼打趣，甚至还向他伸出援手，鼓励他赶紧去抓到那条鱼。穷得等米下锅的老黑，把刚挣的500块彩票都花了，就为了用来雇人打老王一顿，这样老王就没法出海了。仿佛岛上所有人都知道了杀人计划，还想方设法阻止自己。没想到这部片子还挺有浓厚的悬疑氛围，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完全让我变成了拿着话筒没了眼镜的阿拉斯加。除了岛上的熟人，有一个捕鱼公司的推销员4眼也找到了小白，他向小白提供了免费的100%捕鱼神器。小白果断拒绝了他，说自己打游戏从来不开挂。我是真的没有开挂。四眼还提醒小白说：“你就捕鱼，别杀人。”小白心想：“你咋知道我要杀人？”四眼说：“这岛上的事我基本都知道，因为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你儿子做的一个钓鱼版模拟人生的游戏。现实中的你早就在打仗的时候去世了，游戏中的你这个角色有一个只知道钓鱼不会杀人的设定。一般人听见这个话早就大嘴巴抽过去了。但小白仔细一想，不对劲的地方还真的多了去了。他打开地图一看，发现不管是区域地图还是世界地图，都只有他这么个岛。他到底为啥妻子离婚，他也完全想不起来，甚至他啥前来的岛上他都不记得。于是他到了岛上，问岛民他是什么时候来的，结果岛上这群人就跟宕机了一样，不会话了。种种迹象都指向这真的是个游戏，其他人都是 NPC。按说一般人也就自暴自弃了，反正是个游戏。但小白偏不，他就要拿下这个游戏的首杀。他联络了前妻，让前妻把受伤的老王骗出来继续海钓。到了海上，我擦雷，那条18尺1500磅的金枪鱼真的出现了。又开始犯病想抓鱼的小白抑制住了自己的洪荒之力，坚持把老王送下去喂鱼，拿下了本服的首杀。本来突如其来的游戏元素一下子看闪了我的腰，你非要说这是一个游戏我也能接受。我其实也很好奇接下来的剧情走向了。难道说小白他儿子死了爹以后，就故意设计了一款游戏，然后把这个 AI 爸爸做成机器人取代自己的继父？没想到我真的一丁点都没猜对，这导演真的是鬼才啊！小白他儿子做这个游戏就是想观察游戏中的人物会不会因为感情从而突破原有的只钓鱼不杀人的设定，他想通过游戏里的角色给自己一点启示和勇气。而最后小白他儿子发觉父亲的 AI 杀了继父，发现连游戏角色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一个大活人没道理一直忍受继父对妈妈和自己的虐
年代，于是提着刀就走出了房门。镜头一转，儿子已经被关在了审讯室里。我就知道结局不会是个简单的 happy ending， 搞半天这就是个法制宣传片啊！这不是坑爹呢？这本来是勇敢渔夫征服大海的励志电影，没想到前妻突然出现，变成了前夫前妻合伙谋杀现任丈夫的狗血伦理片。突然整个阵子又集体反常，变成了悬疑片，又突然生硬的变成了不讲设定的软科幻片，最后其实是个 CCTV12的普法栏目片，看着类型丰富，其实一锅乱炖炖糊了。难怪这么大牌的马修麦康纳和安妮海瑟薇都挽救不了口碑。但我觉得这片最扯淡的是，小白的儿子的确是个做游戏的天才，但你为啥在游戏里频繁操纵你爸和别的女人滚床单，还脑补了自己爸妈滚床单的场景，这么明目张胆的搞黄色？你这个11岁的小孩是不是也太早熟了？没听过莫辛堡著名哲学家尤讷瓦子的名言吗？小朋友要有小朋友的样子，好好读书，不要搞黄色。本来这部电影我是打算入选片面选一社的，结果发现完全不够格。但是电影不好，你们也别怨我，该3连的还是得3连是吧？这样吧，本期视频只要转发过2000，这周我就多做一期片面选一社，聊一部可能是19年10佳好片的电影，你们猜猜是哪部呢？拜了个拜。